少年拥有透视的能力，能一眼看清楚女孩睡衣下的身体，他差点控制不住自己扑上去的欲望。回到房间，当晚就做了不可描述的梦，一觉醒来，满天花板都是他的不可描述。电视里报道2名警察被身上有刺青的黑道分子杀害的消息，而且最近一直都在发生各种残暴的杀人案。高中即将举行400米的接棒赛，美术和小明都获得了参赛资格。美术的父母都在夸奖小明有长进，不枉他的父母一直给他系鞋子，但小明却并不开心。他父母死亡的消息还没有外传，大家都只让他们办完事就走了。黑田自从参加那个派对之后，样貌和性格都大变样，不仅走上了辣妹风，跑步还变得飞快。他发誓要让美术看到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田径部里的美术只能是他一个，不过今天美术请假了，他去了趟长期的摄影棚，发现这里早已经被烧毁。恶魔们聚集起来开了一场会议，他的同伴们大疲于害，必须要尽快找出凶手。司例如知道这一切都是阿蒙干的，但是他并不打算供出对方。他坚信阿蒙看到自己后一定会回心转意。飞鸟受邀参加了田径甲子园的现场采访，正在和负责人对接的时候，浑身是血的小明突然闯了进来，大喊着自己到底该怎么办。飞鸟让秘书把人公主抱到了自己的卧室，小明偷看了他的名单，独自行动，把那些恶魔都杀了。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放声大哭。人类的精神本就更为脆弱，让情绪左右自己的思想，就无法得到理智的答案。每到这个时候，人类就会逃避自己的记忆，酒精、赌博、女人，人类总是用这些来逃避。说着，飞鸟甩了小明2沓钱，让他去好好上学。下周的田径甲子园，他们计划将进入第3阶段。如果小明真的这么痛恨，就先想办法让自己恢复平静吧。说唱小哥到处寻找那个叫莹莹的小脏辫，在服装店里不小心认错了人，结果那人突然对他们大喊强盗。一看这群人手上露出的纹身，店员吓得立刻拉响了警铃，顾客们吓得四散奔逃，偏偏对方还在到处散布恐慌。警察很快持枪将他们包围，勒令他们伸出手跪在地上。毕竟刚出了杀害警察的大案，就连警察都害怕。见其中一人迟迟不肯把手从兜里伸出来，警察直接鸣枪警告。见那人缓缓伸出手，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而就在这时，美术突然冲出来阻止了警察。人家都说不是了，至少也该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吧。果然那人掏出来的不是枪，而是一个录音机。警察松了口气，但还是嚷嚷着要带他们去审讯。但一旦将这几人抓住，事情就会很快传开。见事情败露，搞事的脏辫男拔腿就跑，这些警察也不能说什么了，态度很差的让他们离开。气得几人大骂，一声道歉都没有，至少该一人赔一件短袖吧。美术劝他们不要计较，男人不擅长解释。说着，美术不禁想起了小明。小明和行尸走肉一样在红灯街游荡，虽然长得帅，但明显精神不正常的样子让很多人不敢靠近。而就在这时，司例如突然出现，将他带进了一家店内。他脱下小明的衣服，问他叫什么名字。小明埋在司例如的身上一顿洗面奶，但就是死活不肯说出自己的恶魔名字。司例如的身体渐渐变形成恶魔的样子，锋利的爪子抓着小明飞上了天，嚎叫着让阿蒙快醒醒，他已经在人类的世界寂寞的太久了。小明也被激发出了恶魔之身，果然比起和女人做爱做的事，他更喜欢和恶魔战斗，而且他才不是什么阿蒙，而是恶魔人。说着，小明张开翅膀挣脱了司例如的束缚。一片漆黑的工厂里，司例如锋利的爪子不断袭向小明，小明很快就被抓挠得遍体鳞伤，甚至还被切断了一只手臂。司例如狂热的想要唤醒阿蒙，让对方用强有力的臂膀拥抱他，但其实早就切断了自己的爪子，要在暗中偷袭小明一手。小明只觉得可笑，那些拥抱他的人就是被你们这群恶魔杀死的。他突然高高跃起，锋利的爪子越过他，穿透了司例如的胸膛。小明趁机跳到司例如的身上，扯断了对方的翅膀，一白一黑2道身影在空中不断翻滚撕扯。观战的怀梦看不下去了，猛地变身恶魔，发射雷电将他们双双击落。司例如被小明撕扯得奄奄一息，不住地咒骂着卑鄙的人类。这时怀梦走到他面前提出了合体，司例如觉得对方疯了，他马上就要死了，就算他们合体打败了恶魔人，怀梦也是会死的。而怀梦不愧是情深备胎，为了让司例人品尝到打败恶魔人的滋味，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就算浑身是血，司例如在他眼中仍旧美丽。说着，怀梦主动弹飞了自己的脸，司例如朝着怀梦扑去，一阵光芒过后，两人合为一体，带着杀死恶魔人的决心，司例如朝着小明冲锋。小明根本来不及防御，就被锋利的尖角贯穿身体。小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脱，摔在了地上，但他已经没有逃脱的力气了，变回人形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但奇怪的是，冲入夜色的司例如却并没有折返补刀的打算，为什么不来了结他的性命？带着这种疑惑不解，小明的意识坠入了深渊，直到第2天他才被赶来的飞鸟救下，断掉的手臂重新长了出来，他勉强保住了性命。而司例如在彻底了结他之前就已断气了，但是他却高傲地站着，脸上写满了胜利的喜悦。他以为自己已经了结了小明，恶魔是动物，破坏的冲动和捕食就是他们的全部。但是在小明看来，司例如所表现出的这份感情却是爱。2个男人在床上进行了某种运动，男人突然大
大喊着别人的名字，胸口张开了一张巨大的嘴，瞬间就将身下的人撕成了碎片。幸田突然从床上惊醒，抱着自己的项链失声痛哭。飞鸟给小明喝了一罐液体，然后在电视上播放起安息日派对的录像。小明突然变成恶魔，开始大肆破坏，这是能让恶魔暴露的药。飞鸟打算在下周的田径赛中让小明把这东西给非人高真的幸田喝下去，对方绝对是恶魔。等对方暴露身份之后，由他来直播，让世人都知晓恶魔的存在。恶魔有心灵，但却不存在关爱他人的良心，也就是所谓的同情、共鸣和爱这种东西。但小明一想起死力如何怀梦，心中就非常迷茫。美术看出了他不在状态，所以想和他聊聊。小明表示现在不能说，但是早晚都会告诉他。接力赛，美术跑第3棒，小明最后1棒。美术说自己会将接力棒交到小明手中，他可要接好了棒再跑。接力赛很快开始，更衣室到处都是忙着做准备的选手。小明带着加了料的水走到幸田面前，话还没说先哭了出来，一上来就问人家在机场的时候是不是哭了，他肯定很难过，到现在心里还在哭泣。幸田听到这里愣住了，他一把将小明砸进了储物柜里，大喊着让他闭嘴。飞鸟及时出现制止了2人，小明沉默地拎起那瓶水离开了。女子更衣室里，气势汹汹的黑田吓跑了周围一群女孩子，他要赌上名字和美术在田径赛上一决高下，如果他赢了，那美术的名字就是他的。美术爽快地答应了，然后被电视台叫去采访。此次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田径魔女美术和高中飞人幸田。飞鸟负责对幸田的采访，以赞助商的名义忽悠幸田喝下了加料的水。比赛正式开幕，全球直播的盛世，许多喜欢幸田的海外观众也慕名而来。幸田的队友在厕所里讨论着关于幸田的事，小明闯进来让他们好好说说。幸田是在去年秋天开始突然变快的，在那之前他完全追不上纯一，不光是速度，样貌也完全变了，根本不像同一个人。纯一和幸田是发小，但纯一却死在了国外。在那之后，幸田就变得更加古怪，因为没有人知道纯一不仅是他的队友和朋友，还是他的爱人，爱人惨死在自己面前。幸田确实和小明说的一样，一直在心痛哭。男女混合接力表演很快开始，为了衬托幸田的能力，比赛设置为4名普通高中生接力赛和幸田一人跑完全程的2种模式。信号枪一响，幸田如离弦之箭一样冲了出去，几乎没有人能追得上他。第2棒的黑田不甘示弱，接过棒后卯足了劲追赶幸田，他要让幸田成为他的垫脚石，幸田也不会让一个无名小卒超越自己。2个人以非人的速度在赛道上你追我赶，最终还是发挥了全力的幸田更胜一筹。而就在美术准备接棒黑田接力跑的时候，小明突然从鞋子里冲出，抢过接力棒，以更加恐怖的速度追上了幸田，边跑边对幸田大喊，他知道幸田的身体里也藏着一只怪兽，每天都在爆发的边缘，渴望着破坏，但又害怕被人发现，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而就在这时，飞鸟点亮了屏幕，整座球场瞬间被一片躁动不安的红所覆盖。小明停下脚步，大喊着作战终止，他没有换掉幸田的饮料，这一切都是没用的。小明是没有做，但是飞鸟做了。幸田渐渐停止了奔跑，他的身体瞬间变成了一只奔牛，在场内肆意的屠杀破坏，出口的门早就被封死，场内的选手根本出不去，只能任由恶魔践踏。但是属于幸田的那张脸却在大声的哭嚎着。小明看得出对方只是想逃跑而已，让飞鸟按计划把幸田放出去。直播出了如此大的比赛事故，电视转播被紧急叫停，主持人想要停止网络直播，却遭到了飞鸟的阻拦。飞鸟如愿以偿，当着全世界的面揭露了恶魔的真面目。恶魔确实存在，并且隐藏在他们的世界中，就在他们的身边。